艾利克斯是一个比较热情，也比较关心人的人。经过一些波折之后，我们走到了一起。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他的性格比较善良，所以我算是赶上了他。但是我当时也明知道感情的方面要慢慢上升，不能一下子就会爱上那个人。我们也是经历了一些波折，他给了我很多关心和鼓励，所以我们走到了一起。最近我们因为有一些事情有不同的看法，所以经常发生一些争吵。他和那些外籍的女模特和女演员，经常的在一起，他经常和他们的关系很暧昧。他不能接受，但是我现在也没有办法，是因为我通过这个事业，我就是赚钱，我就是为了生活。我不知道我们的感情还不能走下去，我到底是不是他最后的选择。你也不愿这样的夜里把难过留给我。你身边的女性太多，我能陪你走到最后吗？接下来掌声请出这对跨国的情侣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 Alex 26岁，来自俄罗斯，职业是演艺经纪；女主人公小李26岁，来自北京，她是一名作家。来，有请两位。你好。你好。Alex 是博士学位是吧？对，我现在读的是国际经济。小李是位硕士是吧？对。也是留学的。是的。你在哪儿留学呀？马来西亚。一个俄罗斯人，一个中国女孩，你们怎么认识的？2年前，我开车在路上看到有一个人在雨中没有带伞，打不到车子。我停下车问他：“你需要帮助吗？”然后对方回答：“是的，我想去清华大学。”我仔细看了一下，居然发现是一个外国人，居然用流利的中文和我对话。正好我那天也要去清华去看望一个朋友，所以我让他搭了我的便车，因此而相识。啊，顺风车就搭出一段爱情了。后来怎么相恋的呢？你来说说吧，Alex。他当时有一个中国的男朋友在一起上学，然后他决定了回国，但是那个中国男的还是决定了留下来。那个男的跟他说了，我们现在不在一个国家，但是我可以等你，我可以等你3年。所以这个女孩子她安静的回国了，然后我们慢慢熟悉。通过很多的事情，我明白了他这个人怎么样，他明白了我这个人怎么样。那你明白他这个人怎么样啊？他的性格比较适合嫁给外国人。对呀。你们俩是多长时间从热心帮助变成男女朋友的？从最初初识到现在是2年多的时间。你们确定男女朋友？1年多的时间。1年多。可是你跟那个男友不是有一个3年之约吗？大家应该可以理解，有的时候异地恋是很痛苦的。我当时很想和他在一起，我也愿意履行这个3年之约，但是长期这样子真的对彼此都是一种折磨。有的时候他期望我去那边看他，我在这边工作空不出那么长的假期，我希望他来看我，他也忙碌。所以有时候为这件事儿争论，都互相觉得彼此自私。在这段期间里 ，Alex 一直在鼓励我，安抚我的情绪。有的时候觉得太痛苦了，没法承受，所以有一次我去海边散心，晚上很难过 ，Alex 打来电话，听到我一个人在对面哭，他只是说了一句 "Don't worry"， 然后挂了电话。第2天的时候，我发现他飞到了这个城市，陪我度过了最伤心、最痛苦的时候。而且那个时候，他向我表白了，但是我没有同意。我告诉他，人在同一时间不能爱上2个不同的人。他说他愿意等待。后来他等了多久，你成为他的女朋友了？一直等到第2年的3月。按理说这就算经历过一些事儿了。现在出的问题是什么？说因为你的工作是吧？你是一个演艺经纪现在。对啊，主要的是做模特、演员和演员经纪。都是外籍的。对。女孩子比较多，她吃醋是不是？对啊。怎么会吃醋呢？太暧昧了。有的时候晚上我给他打电话，他还在外边，然后很嘈杂的声音，但是还能听到那个有外国女生的声音。做这个行业的人都知道，我们不分几点。他的工作不是因为我跑到了别的女孩。对啊，他工作嘛，我觉得没事。你说心了吧？除此之外，我还是发现了其他的蛛丝马迹。
比如说在今年的那个情人节的时候，我希望在那天给他一个惊喜，特意买了波尔多的红酒，打算和他一起吃晚餐。但是我那天打他的电话，没有人接，发短信也没有人回。然后因为我们两个住的距离不是很远，我索性就直接到他楼下去等。可是等来的却是一个晚上夜不归宿。第二天看到他一个人回来，我不知道是工作真的累还是烦，他只说了一句 "so sorry"， 然后说我很累，我要休息，你可以回去。你能理解一个人等你那么久，只听到你一句 "so sorry" 吗？你的心情我完全明白，而且我可以拼命的改我们的现状。你知道，因为你这样子，我这一辈子都不想过情人节，我非常讨厌这个节日。而且不仅仅是这件事，过了几天之后，我到他的家里发现了一个巧克力的盒子，那不是我那天送给他的。谁送的？我现在也不记得是谁送的，但是至少我能说不是女孩子给我送的。多愚蠢的谎言啊！反正我现在说什么话，他已经有自己的想法。OK， 我觉得我们现在不应该太仔细的谈过情人节的时候发生的事情，因为这不过是一个小的事情，主要的事情是对我的信任，这个是一个问题。他为什么不信任你呢？那你应该问他，因为我觉得不能是因为情人节的时候没有陪他，所以我失去了他的信任。你给做个解释，你为什么不信任他？我们最近其实关系也不是很好，一直在争吵。我不明白为什么在争吵的时候，他总是喜欢找异性的朋友去倾诉。你在向他们寻求一种感情上的慰藉吗？但是这些人你都认识。熟人之间就不能发生什么吗？不会。那你为什么要叫他们亲爱的呢？这是我一种习惯。你跟所有人都叫亲爱的？基本上是，就是开玩笑的。我如果给别的男生打电话就这样叫别人，你高兴吗？你可以肯定不高兴，肯定不高兴。你不高兴，那你觉得我就应该高兴？他如果是这么在乎的话，有没有考虑可以换份工作吗？其实我现在在中国主要的是两个事情，第一个是我就是做这方面的工作，第二个是我读我的博士，因为我要回莫斯科读我的博士后，然后在某一些条件下我可以加入外交部，然后再回到北京加入大使馆，这是我生活的计划。做这个事情就是因为赚钱，所以我跟我朋友开了这个公司。我已经付出了很多的努力，重新开立那个事情，还要花时间，也不一定成功。如果这个已经伤及到两个人的感情了，这份工作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吗？你这么好的学识就不能做其他的？也可以，但是我看不到很大的必要。以前的他不是这样子的，以前他会腾出的时间会多一些，后来号称自己的事业做得更好了，就找不到人，总是说自己在拍摄现场，在工作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真实的情况，什么时候是谎言。说白了就是你现在不太信任他，对不对？对。好吧，听明白了，还要听各位老师的一些看法。但是我想说一下，除了我们刚才谈的问题之外，还有问题？还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就是作为不同的国家。我们还是碰到了障碍，就是他的父母还是反对。要是我跟他结婚，我跟他有了孩子，然后一辈子受到他的父母的反对，那你觉得我们怎么可以生活？所以这个父母有那么反对吗？特别强烈吗？对，我的父母很传统，他们不太喜欢我交外国的男朋友。听老师们给你们一些什么建议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发现有几个内容跟我们内容也挺像的。我要安慰一下这个女孩子，和我也要保护一下这个外国朋友。你倒是谁都不得罪。我两个都喜欢。这个女孩子她开始的时候她说过，打电话，后面有一些外国女孩子的声音。对。
我觉得不怕啦。一个外国男的，如果他跟一个中国女孩子在一起有爱情，大部分这样的男孩子不想回去到他们的西方的女孩子的啊，所以我觉得不怕了啊。如果他跟一个外国女孩子说话，没事儿。我多少次给沈丹平打电话的，经常不给我回答。一个晚上给他打电话，一直不在服务区呢。沈丹平，我经常就不在一起，因为工作，因为别的，没有回答，没有联系，没事儿。重要的是你相信自己。我有一点感觉，你可能关于他不是特别相信自己。我跟你说，跨国婚姻是我觉得全世界最难搞的一种，失败率特别高。成功率特别低啊！它是两个国家的文化，对吧？语言，英文和德语是反向思维。吵架的时候，他永远也是反向思维在跟我吵。我呢是没有跟你吵架过。行了，我是正常思维跟他吵。你跟我从来没有跟他。所以我就说每个人的道理吧，他也没错，我也没错。我明白了。而且我也是演艺圈的。我经常是不接电话的，我们拍戏根本没办法接电话。我有时候10几个小时不会接他的电话，但是我会在看见他电话的时候，可能第16个小时，我会回一个电话。哎呀，我说亲爱的，你给我打电话了吗？我觉得这位男孩子的错误呢，是你应该在你有可能的情况下回一个电话。其实我很长时间不接电话的情况不是特别多，但是有的，我不应该做的，就是我应该马上给他打电话。对。那我就跟小李说，你的那种猜测的心太多了一点，就像我先生说，你一定要自信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，你是最漂亮的东方女子。如果你爱一个人，要给他一个足够的自由的空间。我是因为身边有一个就是一个外国人，我们打打闹闹20多年，走到今天特别不容易。从订婚家里反对，我父母在我23岁的那一年的大年初2把我轰出家门的，但是我们依然结婚了。之后又在一种完全没有钱，他也没什么钱，我是更没钱的情况下，我们生了第一个孩子。我还是一句话，如果2个人心中有爱，纯粹的爱，真诚的爱，我觉得爱是可以冲破一切艰难险阻。Alex，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在你的人生规划当中，你觉得自己到什么岁数，或者是当你要取得什么样的成就的时候，你觉得可以组织家庭了呢？你可以结婚了呢？这个不好说，我们也是什么，我得到什么，然后我马上要结婚，就是我自己能感觉到。但是肯定结婚不是现在，或者是你想过要结婚，但是娶的不是他，是他，但是不是现在，还是7、8年之内，我们也可以结婚，也可以生孩子。其实我觉得小李他特别没有安全感，我们先不说他自身的原因，我觉得是你没有给到他安全感，而且在你对未来的规划当中，包括我们局外人都没有感觉到你把小李放进你的未来当中做考虑了，你完全没有考虑过，或者其实你心里还没有那么想娶她。小李，其实我觉得爱情它应该是一个磁场，而不是一个绳子，因为你用绳子你只能去捆住对方，而绳子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我要挣脱绳子，所以你要吸引他，而不是要去捆住他。你与其去担心他会不会喜欢上别的女人，你真的不如把自己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，你懂吗？任何的跨国婚姻都逃不开一个问题，就是文化属性的差异问题。形象点的来说，就是你骨子里的东西。你即使是刻意的隐瞒，或者是你在国外生活多年，都依然能够从你的思维定式当中所折射出来，无法改变，只能用包容的方式去认知、去理解。比如说你们俩之间出现的3个最主要的问题，首先是习性，比如说你刚才所说的称呼亲爱的，这个可能是最好改变的，或者最好包容的，因为久而久之，当了解这个人的本性之后，你会觉得这些东西不是问题。然后第2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交流，这可能是东西方文化当中最大的差异。
东方哲学里面讲究悟，我不直接告诉你，让你自己去领悟。而西方文化，他们主在于智，就是一来二往，开门见山。第三个问题就是空间的问题。我始终认为西方人恋爱总是认为，虽然恋爱了，但你还是你，我还是我。而东方谈了恋爱之后，总是认为我就是属于你的一半了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我们是一个整体。虽然说爱情的力量很伟大，但是时间一定是一把杀猪刀，这些问题一定在后面的时间当中慢慢的显现。而且同时，我可以从沈丹平老师上次来做节目以及这次来做节目，我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他有好多话想对你说。他之所以能够成功，是因为他真的付出了很多，而且他忍了很多。沈丹平老师有没有曾经有过想法，后悔了自己的选择？哎呀，我应该有很多次吧。我结婚的第1年就后悔了。你别休克啊，你不清醒。那个我结婚的第1年，我就特别的后悔，住在一起的时候把我惊着了，得打扫卫生，得做饭，得洗衣服，等有了孩子以后，又得照顾这个孩子，洗尿布、喂奶。我就说我当时第2年的时候，我生了我那个第1个宝宝的时候，我真的想带着宝宝跟他离婚了，因为我。这个我还没有听过，是第一次。那我今天告诉你，因为是什么呢？这位老人家经常去国外，因为他要挣钱嘛，就是我一个人带着这么一个小孩。爱情在哪儿？在国外，他去挣钱去了。我一个人带着个孩子，真是欲哭无泪。我那时候25岁，看似很难吧？第1年就想离婚，然后就这样拖到第2个孩子出生啊，然后拖到现在第2个孩子上了高中，到了今天。我觉得婚姻挺美好的，婚姻的美好就在于我们2个人的那种情感的没有改变。其实婚姻是一种经营，经营好了，你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刚才涂老师，我谢谢你，你说了，哎呀，沈丹平在这段婚姻里面忍让了很多，因为在一个美好的婚姻里，有一个人一定是忍让的，不是我就是他。今天想跟涂老师说，就是我的忍是因为我心中有一种巨大的爱，而且这个爱我丢不掉。我说要离婚，但是到离婚到真正说要决定要分手的时候，我是舍不得的，我是难过的。为什么一个26岁男的不会着急结婚？我理解他26岁的男孩，工作还没有决定，大学还没有结束了。他当然呢有困难的。我26岁的时候，我还自己决定，我永远不要结婚。后来慢慢有变化，有去认识沈小姐的时候就有变化了。所以我想他们2个要一个负责任的，以后要跟你结婚，还是可能不会跟你结婚。您的意思是要有一个负责任的承诺，是这意思吧？啊，2位都考虑好啊，这么长的时间就是给你考虑的时间了。2个相爱的人在一起，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话，你把你想要的最直白的表达出来，想清楚，想好以后，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在交男女朋友的交关系的过程中，最重要的是信任。有了信任才会有爱，如果没有信任，那也不会有爱。咱们的关系有好几个问题，我们今天都听到了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信任的问题是最重要的。我希望我会把你的信任拿回来，也会让你不怀疑我，也相信我。我觉得你已经因为你曾经那么含糊的对婚姻、对孩子的态度，失去了一个很娴熟的韩国女朋友。如果你以同样的态度，还是会失去这个中国女生的。为了未来，我希望你放弃现在这个职业，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？离开那个混乱的环境吧。如果深爱，就请认真，如果你打算放弃，就彻底。不过无论你的选择如何，我希望你永远记住你教我的第1句俄语。他教你的第1句俄语是什么？
他自己会知道的。是啊，我爱你啊，请亮灯吧。直接逼人家做抉择啊！我不想总在不安中。好吧，强调一下节目规则啊。在这个节目的订婚，实际是向所有人表示，我们今天的恋爱将以结婚为目的，从这一刻开始了，不是咱们传统意义上说的订婚，请理解啊。想好了，他的条件很简单，要继续爱，就是你要离开那个圈子。如果你还想跟他继续的话，你出来的时候，就代表你已经接受了他这个要求，理解了？这个。要是我还是会留下来的话，并不意味着是因为我能接受这个条件。好吧，回去吧，两位。他已经回答刚才那个问题了。但是这个会意味着我们可以，没关系，还是改一下一些东西。那就看他的态度了。对吧？来，请回吧，两位。来，请关门啊！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。你们看好他们继续往前走吗？来，请表决。现场有60%的观众反对这两位走在一起，可能看到了他们俩之间的那种不能磨合的一些东西。我倒觉得这两个人并不在于文化的差异，而在于他们的性格属性上，都是两个固执己见、坚持自己的人，没有人愿意去让步，这个其实就很难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，来，一起数5个数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，并开门。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？也许写给你的信。怎么着？考虑一下放弃工作，还是既不放弃工作也不放弃他？我觉得现在不能选择这个或者选择那个，我觉得这样的事情都可以调整，也可以达成协议。那你去找他吧，赶紧吧。别那么固执啊！